咱们第二本练习册呢，主要讲的是人体的体块以及运动，还有一文规律。那么对于人体体块的概括呢，也是多种多样。我们最先掌握的应该就是方体和柱体的绘制，就是要绘画各个角度的方体和柱体，要确保它透视准确。你看，在不同的角度，我们看到这个圆柱横截面越来越大，它就越来越短；那么整个这个柱体越来越长呢，它的横截面就会越扁。这个是我们画人体体块不可或缺的，包括各个角度的方体。这个可以用来画骨盆啊、胸腔啊以及头部。还有就是人体体块不同形式的概括，比如说头部可以用简化的几何体，也可以用更加贴近头部造型的体块。然后胸腔同样也是，就是对于体块的概括呢，没有绝对固定的方式，只要能够把这个人体搭建起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对人体不同体块的不同概括。我们来画人体体块呢，最开始可能更多的是运用这种方式，就是比较偏几何体的这种方体、柱体、球体来画的。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呢，这些简化的体块呢，并不能够满足我们对人体的绘制需求我们就需要更自然一点的、更贴近人体自然造型的这个体块。比如说这个它像一个橡皮一样，它很好画。这个几何体，如果我们把它画成更加自然一点的造型它就不只是简单的方体了，它有头部的这个更具体的造型了。比如说围攻、颧骨、下颌角，然后肩头的形状、上臂的形状、前臂的形状手臂的形状、手腕的形状，以及手，还有大腿内侧的这种穿插，这些呢也是体块概括，它也是来自于人体最真实的造型，但是它会比这个呢更加稍微难一点点。我们这本前面有这个比较概括的方体，后面大多都是比较偏自然的体块概括，它也属于体块，我们能够从里面清楚的看到这些体块的朝向、大致的形状以及它的一个体积，然后在旁边也有这种小示意图来演示它的几何体。这个就比较便于理解，尤其是我们画速写前期，最好是把人体的体块结构先掌握，这样的话再往人体上穿衣服就比较容易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咱们这一册的后边呢，讲到的就是衣纹规律，衣服穿在人身上会有怎样的规律，会产生什么样的褶皱。这就是咱们第二册练习册大致的内容。